在现今高新科技的发展下，各国一直以来都在奋力打造威力更强的超级武器，并且越来越追求大面积的杀伤能力。不过这方面的武器一般打造难度极大，而且有着非常多的限制。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在此之下，还是研制出了很多极为恐怖的武器。下面老兵就来和各位讲一讲已经被禁用的4款武器。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，订阅加关注，永远不迷路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Top 4达姆弹，又俗称流线弹、开花弹、入身变形子弹，是由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，后因印度加尔各答附近有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，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，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扩张型的子弹。子弹本身口径不一，多半由步枪发射，然而所造成的伤口与口径呈数倍的相差，并且与口径成正比。弹头是背甲未完全被附弹芯或者背甲切开的弹头，极易变形与破碎。在这种弹头进入有生目标软组织时，会因阻力使铅芯发生膨胀变形，有些甚至挤出铅芯形成比较大的变形体，致使弹头传递给组织的能量大增，扩大伤道容积和伤道出口，形成进口小出口大的喇叭形窗口，并且由于铅有毒，会对目标造成严重损伤。老兵就这么说吧，一旦被此型子弹击中，基本上是非死即残。所以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通过的3项声明中，就明令禁止了签署国在战争中使用此类枪弹。不过虽然国际上禁止将达姆弹用于军事目的，但是这一弹种并没有就此消失，因其特有的低清澈、高停止作用，在狩猎和警用方面是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几乎国外所有的线膛狩猎步枪所配用的枪弹均采用类似弹头，同时因为这种弹头能量释放快，可以有效避免过分穿透，很适合特殊环境下的执法用途，因此获得了执法机构的青睐。不过它们已经不叫做达姆弹了，而是根据结构上的特点称为空间弹或者是半背甲弹。另外老兵给各位辟谣一下达姆弹的制造方法极为复杂，并不是将枪弹在头发或者鞋底上蹭几下就能变成达姆弹等等的，可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，毕竟好奇一时爽，牢饭吃到饱啊。Top 3白磷弹，此型弹药是手榴弹、炮弹、炸弹的一种，是一款主要由白磷制成的武器，一般当作制造烟幕、夜光弹、照明及燃烧弹。白磷是一种无色或者浅黄色、半透明的蜡状物质，具有强烈的刺激性，其气味类似于大蒜，燃点极低，一旦与氧气接触就会发出燃烧，发出黄色的火焰，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烟雾，可以用来燃烧普通燃烧材料难以燃烧的物质。其特点能够为在狭小或者空间密度不大的空间充分燃烧。一枚白磷弹爆炸之后，其飘散的白磷可以覆盖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，一般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，足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所有生物体消灭，而且它在碰到物体后不断的燃烧直到熄灭。一旦被白磷烧伤，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急性溶血性贫血，甚至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，并且白磷燃烧的气体也含有剧毒，如果长期吸入磷蒸气，会导致气管炎、肺炎、严重的骨骼损伤。因为其极为残忍的杀伤方式，全球各国便联合起来抵制此种武器。后来在1980年签订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中，便将白磷弹明确列入了违禁武器名单，规定世界各国不得对平民或者有平民生活的地区使用白磷弹。老兵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在没有防护安全的情况下接触白磷。虽然白磷的燃点为40摄氏度，但是因为摩擦或者缓慢氧化而产生的热量有可能使局部温度达到40摄氏度而燃烧，因此不能说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下白磷就不会自燃。如果不小心被白磷烧伤，最有效的方法是全身进入水中隔绝空气，降低温度。对于伤口应立刻进行外科处理，或者喷洒泡沫灭火器中含有的泡沫二氧化碳。Top 2集束炸弹，该型炸弹又被称为子母炸弹，主要是将小型的炸弹集合成一般空用炸弹的形态，利用数量的特性增加涵盖面积和杀伤范围。每个小型炸弹又称为子炸弹，破坏威力较低，许多设计是以软性目标，具体是什么大家都懂的没有装甲的车辆或者器材为主要目标。较为先进的双用途集束炸弹，其子弹不仅可以击穿125毫米的装甲，甚至更厚的装
架，而且爆炸后形成的碎片可以在足球场大小的范围产生巨大杀伤力。在这一领域，台湾的集束炸弹堪称是世界领先地位。比如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所采用的弹药便是台湾自研的集束炸弹，主要分为3种，其一是 MK15 火箭模组，该款是以工锋6型使用的工锋6A 型火箭弹改良，弹径同为117毫米，弹重42公斤，弹长1960毫米，为可定时空炸信管的钢珠高爆弹，每一枚中含有6400颗6.4毫米钢珠，主要针对杀伤软性目标使用。一个 MK15 模组由20发，雷霆2000呢可以搭载3个模组，共60发，最大射程7公里至15公里。其二是 MK30 火箭模组，弹径为182毫米，弹重186公斤，弹长3900毫米，同可定时空炸信管，装有18300颗8毫米钢珠高爆弹，或者267枚 M77双效子母弹，子弹头可以贯穿8到10公分的钢板，可以击穿全装甲目标，或者设定为榴弹次弹械延时杀伤人员。一个 MK30 模组为9发，雷霆2000可以搭载3个模组，共27发，最大射程为15公里到30公里。其三就是 MK45 火箭模组，弹径为230毫米，弹重305公斤，弹长4021毫米，同可定时空炸信管，装有25000颗8毫米钢珠高爆弹，或者518枚子母弹。一个 MK45 模组为6发，雷霆2000可以搭载2个模组，共12发，最远射程为25公里到45公里。此外，台湾还有代号为万箭计划所发展的视距外反跑道集束巡航导弹，专门用于破坏机场的跑道，以瘫痪机场的起降功能，最大射程为200到240公里。这些集束炸弹每一款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老兵认为，在这方面呢，台湾是可以和美国比肩，甚至是超越的。Top 1核武器，相信该款武器老兵不用细说，大家也都知道。此型武器又简称为核武，乃是一种爆炸装置，是至今为止最大威力的一种武器。其能量是来自核子间的强交互作用，由核反应所释放。不同于常规武器，核武器依靠核反应释放的核能对目标起到毁伤作用。在某些场景之下呢，核武器也可以包括以核能为动力的武器系统，例如核动力航空母舰或者核动力潜艇等等。核武的发明基于20世纪初科学界对各种原子的内部结构以及反应机理的研究成果。历史上的第一个核武器是一种内爆式不裂变炸弹，名为小工具。它在1945年7月16号在美国的阿拉莫戈多实验场被引爆，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曼哈顿计划其中的一环。而现今被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仅有小男孩和胖子这2枚，主要杀伤是靠核武器爆炸释放出来的冲击波、热辐射、原始粒子辐射、核电磁脉冲以及残留放射性能量。现今的核武大致分为2种，一种是核裂变武器，也就是原子弹，另一种呢则是热核武器，俗称氢弹。相较于第一种，氢弹的杀伤力和威力都要更大，但是体型要比第一种较小。此外呢，则是脏弹、骨弹、伽马射线弹、核电磁脉冲弹等也属于核武器的范围。在1963年，许多国家加入了限制核武器大气实验的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。1968年首次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。目前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共有8个，分别为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巴基斯坦、印度以及朝鲜。其中前5国都已经公开完成了氢弹实验。在这里有一点老兵要提一下，那就是台湾其实原本离核武只差1步之遥，但是却因为一个人而毁了整个计划。那么大家认为还有哪些武器应该被禁用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。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，可以发在评论区内，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